在受伤不轻啊！入了本宗主后宫，可饶你一命。哼，他不行了，今天我们就让他陨落在这里吧！加玛帝国伤我联盟，你们真是找死！三弟，这家伙终于回来了。萧炎这是斗皇气息，突破了。彩莲姐姐，女王陛下，你们也来了。你受伤了。是哪些家伙下的手？我去收拾他们！你别冲动，小伤而已。赶紧服下。有把握拦住一个吗？你随便挑个便是，剩下的由我来。区区2星斗宗，竟然还想把美杜莎纳为后宫，燕洛天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以为人多势众就能轻易拿下美杜莎女王。斗破苍穹65级炸裂更新，萧炎闭关1年强势回归，这次终于轮到萧炎保护心爱的美杜莎女王。要塞之外，那黑压压的三国联军，随着木兰谷3大长老的出现，顿时爆发出如雷鸣般的欢喝声。而与他们的士气大振相比，要塞之上的萧鼎等人却是心头微微一沉。妈的，这些不要脸的王八蛋，怎么说也是在西北地域拥有着不小名声的强者，竟然以多欺少。海波东面色难看地望着天空上出现的3名老者，忍不住地怒骂道。嘉行天面色也是颇为难看的点了点，沉吟一会，咬了咬牙道，要不我们2人出去帮美杜莎女王抵挡一会，给她争取一些时间也好啊。稍安勿躁，若是你们也出手的话，那3宗的其他强者定然也不会袖手旁观，到时候反而是将大战提前爆发，而你们的目的也是难以达到。萧鼎面色凝重地摇了摇头道，那怎么办？难道就看着他被围攻？海波东紧皱着眉头道，哎，现在也只能期盼美杜莎女王能够抵御住他们吧，除此之外并无他法。萧鼎苦笑着叹息了一声，这种处处都是落入下风的局面，任何计谋都是于事无补。闻言，海波东与嘉行天也只能不甘地跺了跺脚，这种局面简直完全就是处于劣势啊！但也正如萧鼎所说，明知道是处于劣势，却是毫无办法。对方的斗宗强者不比自己这边少，斗皇斗王层次的强者也比他们多，如此一来，不陷入劣势还能如何？如果萧炎在这里就好了，凭他的实力，拦住落雁天与木兰3老定然没有多大的问题，只要给美杜莎腾出一些时间，打败一人并非不可能。在一旁许久未曾说话的砝码轻叹了一声道，听得他这话，萧鼎等人也是一声叹息。话虽如此，可那家伙的闭关，谁知道究竟要何时才能结束啊？落雁天笑了笑，
目光瞥了眼那后方庞大的黑山要塞，却是突然道：“女王陛下，我们所图其实只是加玛帝国，与你蛇人族并未有太大关系。若是你肯率领蛇人族就此离开，我3大帝国定会允许你们在这块地域繁衍，何必跟着他们垂死挣扎？”闻言，美杜莎目光淡淡地扫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你还真当本王是3岁小孩？这种时候说此事，未免显得太幼稚了点吧？”脸庞上的笑容略微僵了僵，燕洛天轻抖了抖手中的燕灵剑，淡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让蛇人族就此消失在这西北地域吧。”凭你！美杜莎黛眉一挑，妖艳的脸颊上讥讽更甚。凭我与木兰谷的3位长老。燕洛天一笑，偏过头对着3位木兰谷的长老道：“3位长老，动手吧。”燕洛天也是一个老色批，虽然只有2星斗宗的实力，见到美杜莎之后，他竟然开口叫嚣，只要美杜莎臣服自己，他就会放过所有的蛇人族。气急败坏的美杜莎冲了上去，4星斗宗的实力快如闪电。燕洛天也被吓了一跳，可惜这是一个陷阱。木兰3老早已做好准备，一股斗气凝聚的狮头从天而降，美杜莎反手就是一拳，直接砸碎了斗气化狮。下一秒，燕洛天和木兰3老将美杜莎团团围住，准备一起出手拿下美杜莎。面对4个无耻的老杂毛，美杜莎没有丝毫畏惧，直接拔出7彩蛇剑，是要灭掉4个无耻之徒。接下就是精彩的高燃打斗。木兰3老都拥有巅峰斗皇的实力，3个老头率先出手，锁定美杜莎攻了过来。怎么说也是斗宗强者，美杜莎不仅没有躲避，反而斗气全开，直接迎了上去。抓住机会，燕洛天挥着金剑冲了过来。两人都是斗宗强者，打斗的气势撼动着整个天地。两人互相砍了一剑，这一击竟然划破了虚空。随后燕洛天发起了强攻，无数金灵剑锁定美杜莎。为了挡住这一击，美杜莎化剑为盾，硬是挡下了这一击。只是没想到2个老头突然出现在美杜莎身后，双脚偷袭踢在美杜莎的小蛮腰之上。同时面对4大高手，美杜莎也感到很吃力。为了尽快拿下美杜莎，4人一起出手，3个老头围捕女王，燕洛天负责正面拦截。打斗过程中，燕洛天不断调戏美杜莎，扬言要把她纳为后宫。抓住机会，木兰3老施展3兽蛮荒诀，一个硕大的虎头锁定美杜莎。与此同时，燕洛天施展精灵束缚术，直接捆住了美杜莎的小蛮腰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绿色的身影赶了过来。萧炎赶到之后，单手接下虎头大招，硬是捏碎了3人的组合斗技。看着受伤的美杜莎，萧炎非常心疼。萧炎轻声道：“你受了一些伤，小伤而已，不碍事。”美杜莎语气颇为随意，目光瞥向那也是因为萧炎的出现止下了攻势的燕洛天与木兰3老，道：“有把握拦住一个吗？”当然，那3个老头只能算一个。闻言，萧炎一笑，抬起头来，微眯的漆黑眸子在对方燕洛天等人身上扫了扫，笑着道：“你放心挑个人便是，剩下的由我来。”呵呵，真是好大的口气，区区一个斗皇，竟然也敢在我们面前夸这等海口，也不怕闪了舌头。听得萧炎这般话，对面的燕洛天面庞抖了抖，冷笑道：“小子，你是谁？这种阶别的战斗，劝你还是少掺和为妙。老夫3人见过不少心高气傲的年轻俊杰，可惜最后都没什么好下场。”化为虎头人的那名木兰谷长老，嗜血的目光在萧炎身上扫了扫，或许是因为功法赐予了他们比同等级强者更加敏锐的直觉的缘故，他总是觉得面前这个青年人给予他们一种不寻常的感觉，因此竟然也是忍下了心中那嗜血之意，开口阴沉的道，然后拿出一枚丹药给女王，让她赶紧服下，补充一下斗气。夫妻2人分工明确，美杜莎继续对阵燕洛天，萧炎负责拿下木兰3老。3个老头看不起萧炎，说他只是一个区1星斗皇。萧炎没有理会，接着释放斗气，随后使出一招琉璃变，
实力迅速提升至斗皇巅峰。萧炎的速度很快，冲上去就是一击。不过萧炎却发现，老头竟然拥有斗宗实力。在打斗过程中，3个老头都展现出同等斗宗实力。很快萧炎便发现了端倪，原来3兽蛮荒诀可以互相汇聚斗气。为了应对这一招，萧炎使出了一招3000雷动3000雷。这是3000雷动的最高奥义，施展之后就会出现2个一模一样的分身。分身出现之后，3个萧炎冲了过去，刚好应对3个老头。这3道光影，你们能知道谁是本尊吗？砝码目光紧盯着天空上那3道银色光影，苦笑着问道。他发现自己即便是将灵魂感知力尽数开启，可是依然分辨不出这3道光影究竟那一道是萧炎的本尊。闻言，嘉行天与海波东面面相觑了一眼，皆是苦笑摇头。这身法可当真是有些诡异，这般施展开来，岂不是相当于多了2个分身了？与人战斗，只要本尊隐藏在其中，必然能给人出其不意的一击。3人目光对视，旋即惊叹地咂了咂嘴，这个家伙似乎总是有着层出不穷的底牌。很快第1个萧炎被打爆，没想到只是1个分身，接着又是第2个和第3个，没想到全部都是分身。原来萧炎耍了一个小心机，第1个就是真身，只是主动作假挨了一拳。抓住机会，萧炎锁定熊头长老，在琉璃火的加持之下，打出了一击8级崩。这一拳的威力很猛，直接打废了一个巅峰斗皇。看着萧炎如此厉害，美杜莎的内心也在缠斗，孩子他爸真是越来越厉害，不愧是我美杜莎看上的男人。斗破苍穹年番最新一集已经更新，这一集的内容还是很精彩的。3宗攻打加玛帝国，云岚宗大战落幕后，加玛帝国只剩下美杜莎女王一个斗宗强者，出云帝国拥有2个斗宗强者，分别是小医仙和燕洛天。在1年的战斗中，加玛帝国差点就要被消灭了，美杜莎女王在苦苦支撑，还好萧炎赶回来，他们才能击败来犯之敌。3宗之围的危机要结束了，萧炎回来就能决定这场战争的走向，美杜莎女王也不用被群殴了。燕洛天和木兰3老群殴美杜莎女王，此时的美杜莎女王已经受伤，1年都在跟小医仙战斗，受伤都无法闭关养伤。美杜莎以前对萧炎总是打打杀杀的，现在却显得很温柔了。萧炎这次紧急出现，救美杜莎于危难之间，美杜莎对萧炎的情愫更浓。苏千也说过，美杜莎一旦被折服，就会死心塌地追随。如此高傲的美杜莎女王，自然不愿意看到萧炎和其他的女人在一起。这一次萧炎和小医仙重逢，美杜莎更是醋意大发，想要杀掉小医仙。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。木兰3老被萧炎击败后，小医仙就出现了。他看到眼前的年轻人就是萧炎，小医仙把萧炎交给燕洛天，他去对付美杜莎女王。美杜莎和小医仙之前就存在很大的冲突，在萧炎还没有赶来之前，他就和小医仙有过激战。美杜莎想要击杀小医仙也难以办到，小医仙的恶男毒体着时态 bug， 美杜莎更是中了他的毒。如果不是萧炎在，小医仙估计都不会将美杜莎手掌中的毒吸回来。其实吃醋、生气、皱眉的美杜莎女王也是很可爱的，比起纯粹的高冷，反而添加了一些新的魅惑点。和美杜莎比起来，小医仙的气质还是略微差了一点，不过小医仙的建模也还是不错的。虽然薰儿暂时离开了萧炎，但是萧炎的身边从来都是不缺美女的，走了薰儿，来了美杜莎和小医仙，这也是蛮不错的嘛。更何况美杜莎和小医仙的实力都是不容小觑的存在，萧炎的势力也会进一步扩大，这也意味着萧炎未来需要面对的敌人更恐怖了。小医仙的实力比燕洛天强一些，他跟美杜莎女王的实力差不多，两人是5-5开。燕洛天很快就对萧炎发起攻击，萧炎依靠雷动3000快速移动，燕洛天小看萧炎，被萧炎的翻天印击飞。
斗宗强者和斗皇强者的差距还是很大的，不过在萧炎眼前，差距几乎没有。燕洛天以为萧炎只是区斗皇，竟然能够把自己打伤，这明显是小看了斗宗强者。燕洛天拿出真正的本事，对萧炎发起猛烈的攻击，萧炎有点抵挡不住，被击中了好几次。不过萧炎没有大碍，还使用了一个分身。燕洛天以为萧炎死定了，却不知道萧炎在凝聚出佛怒火莲，一招重创燕洛天，可惜没有杀死燕洛天，让他逃跑了。美杜莎女王和小医仙的战斗也很激烈，两人五五开。娇躯立于虚空，白发女子灰紫双眸冷漠地瞥在美杜莎身上，缓缓地道：美杜莎，投降吧，日后我会给予蛇人族一块满意的安居之地。做梦！美杜莎讥讽一笑，高傲如她，怎么可能接受这种近乎施舍的赐予？既然你执意如此，那本宗也只能将你蛇人族尽数毁灭了。白发女子也不恼，语气依然平淡，只不过说出的话却是残忍的，令得人颇为心寒。你来试试。美杜莎脸颊之上也尽是阴寒之色，对于这位白发女子，她也是恼怒的厉害。你便是那毒宗宗主？萧炎站于一旁，目光在这位白发女子身上来回扫了扫，皱眉沉声道。听得萧炎的声音，那白发女子却是眼芒微微闪烁，略垂眼眸，声音平静的道：你又是谁？炎盟盟主萧炎。萧炎拱了拱手，淡笑道。听得这一直被他珍藏在记忆之中的名字，白发女子袖中纤手微微一颤，声音却是未出现太多波动，让炎盟投降，本宗担保一人不伤。跟在白发女子身后的落雁天听得这话，眼神更是变得古怪许多，一人不伤。这话从这位杀人如麻的女魔头嘴中说出来，怎么如此的具有讽刺效果？不过今天她似乎真的有些奇怪啊。心中念头闪动，燕洛天目光突然投向那黑袍青年身上，似乎一接触到此人，这毒宗宗主便是会略有些不同寻常。难道他看上了这小子不成？投降之事若是做了出来，恐怕就无颜见族人了。宗主这般好提议，还是算了。萧炎笑了笑，笑容中略有些嘲讽，目光在那白发女子身上再度一扫，不知为何，心中似乎若隐若现地感觉到一抹熟悉的味道，但想要摸索却是毫无头绪。毕竟如今的他与当年相比，不管是性子、容貌、外形，都是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萧炎击败燕洛天后，小医仙也很震惊，斗宗强者打不赢斗皇强者。小医仙刚刚分心，就被美杜莎女王一掌击中，小医仙马上喷出一发毒液击中美杜莎的手心，美杜莎女王中毒了，这场大战要结束了。小医仙一直戴着面纱，萧炎都没有认出小医仙，不过面纱掉了，小医仙的容貌曝光，她的颜值还是很高的。萧炎认出了小医仙，说实话，小医仙的容貌都整容过，跟之前的建模完全不一样。萧炎是如何认出小医仙的？萧炎确定是小医仙，他询问小医仙为何要发动战争。小医仙和萧炎再度相见，尽管相见已是敌人，但是萧炎也已经承诺会彻底帮助小医仙解决恶男毒体，这也让小医仙备受安慰。如果不是因为恶男毒体的缘故，小医仙又岂会想做这个毒宗宗主？在小医仙恶男毒体大爆发的时候，萧炎挺身而出，长驱直入进入毒气中，这一幕让美杜莎也不禁捏紧拳头，她现在很担心萧炎的安危。小医仙一开始还想抵赖，就这个恶男毒体，萧炎就能知道是小医仙。当初萧炎认识的小医仙已经死了，她如今是毒宗宗主天毒女，小医仙的过往也很惨，她的体质特殊，找了很多办法都无法医治，最后小医仙只能放弃治疗了。小医仙失去了一切，任何人敢接近自己都会死。他释放出大量的毒物，躲在毒物深处哭泣。萧炎不愿意放弃小医仙，直接进入毒物里，他有异火加持，毒物无法伤害到萧炎。小医仙太无助了，一个人在哭泣，萧炎伸出手安慰小医仙，他会帮助小医仙压制恶男毒体。
在小医仙最脆弱的时候，萧炎出手相救，给小医仙希望。以后小医仙就跟着萧炎了，又获得一个红颜知己。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评论。